要说起区块链、比特币，相信你一定听说过，但是谷歌后看完专业的介绍还是一头雾水，这些术语简直是叫人抓狂。那今天小编就用最通俗的语言来直白的告诉你，传说中的区块链到底是个什么东东。首先，我们为区块链建立一个容易理解的模型。假如一个班级里的所有人代表着整个互联网，每个学生都看作是互联网的一个算法。某天，其中一个张同学借给另外一位王同学10块钱，他们大声地宣布了这件事，然后班级里的所有同学都把这件事记录到各自的本子上。某一天，张同学借给王同学10块钱，如果王同学之后想耍赖，不想还钱，那么大家就会站出来集体声讨王同学，我们可都记录着你的信息呢。那一天你借了张同学10块钱，所有的同学都可以拿出证据来证明这件事的存在，这时就不需要老师的介入，一个不需要央行、不需要借贷协议、不需要借支声明的去中心化系统就建立了起来。不过，同学们为什么要闲着没事来记录别人的事呢？那肯定是要有好处的，正所谓无利不起早嘛。记账的同学都会得到好处，这样同学们才会抢着去记账。当然，如果每一个同学都记录同一件事，那样的话，每个人都发奖励，岂不是成本太高了？就算能实行，每个人得到的好处也会非常非常少，也会打击大家记账的积极性。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特殊的奖励机制。假如张同学把借钱的事宣布出来，就有一个眼疾手快的李同学马上在自己的本子上记录下了这件事情，随后大声地宣布，我已经记下了张同学借钱这个事儿，你们就不要再记了。那么李同学此时就会得到一个虚拟的奖励，比如说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笑脸胸针，然后别在胸前，大家也都会知道李同学拥有一个笑脸。不过这笑脸是可以被造假的，你有一个，我也能做出来一个。那怎么解决造假的问题呢？解决的办法就是给每一个笑脸都打上一个特殊的记号。当李同学记录下这件事情后，告诉大家我记录下了这件事，我还得到了一个编号为10001的笑脸胸针，这样大家也都知道了编号为10001的笑脸是李同学的。这样的模式实施以后，大家获得的笑脸的数量都是公开的了，就不会有造假的产生，而且是随时可以查询得到。不过这个笑脸有什么用呢？没用的东西就是给你再多你都懒得要，所以这个笑脸就被赋予了货币的职能，可以购买商品。那么这个笑脸就产生了价值，能当钱用，那肯定是谁都想要了。那么现在大家都应该能猜得出来，这个笑脸其实就是江湖盛传的比特币。那每过一段时间所产生的一笔交易，我们就叫做区块。所有的这种区块链连接在一起，就叫做区块链了。这比特币就是区块链中所产生的一种有价值的东西了。在这种去中心化的区块链中，银行或者央行都将被代替，没有一个中心机构，人人都可以成为记账者。但是区块链也有一个致命的缺陷，就是容易产生暴涨暴跌。最近1个月的比特币行情就是如同过山车，没有点心理素质的朋友还真是玩不了。股市在他面前就如同毛毛雨，如果一个班有某个同学不守规矩，他一个人用很多本子来记账，而别人只有一个本子，那样的后果就是笑脸胸针就会大量的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。这个不守规矩的人就是现在以挖矿为主炒作比特币的一群人，他们使用大量的记账本来记账，也就是成千上万的矿机来记账，比特币的奖励就会集中在这些少数人的手里。现在你对于区块链是不是有一个通俗的认识了？对于区块链和比特币的未来，您是怎么看的呢？欢迎留言评论。